我们继续来看那个，就是到底要怎么去检讨。首先，第一个，现在的 AI 其实蛮多家的啦。老实说，我自己也不觉得 GPT 它本身是特别聪明哦。我自己会用蛮多家的 AI。好，原本我是只尊 GPT 一家，可是后来它就是你知道，就是各家都赶上来了，所以呢，我觉得你现在有很多选择。你可以选择用 GPT，你也可以选择用 Gemini，Gemini 是 Google 的那个就是 AI 嘛，然后你也可以选择用就是 那不过我现在示范的就是先用 GPT。那我先讲一下，就是各家 AI 都有一个工具，都有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叫做推理。像是如果是 GPT 的 AI 的话，如果你是用免费版的话，它会有一个 reasoning 的按钮在这边出现，在这边出现。那因为我登录了，所以现在没有，我就直接选模型了这样子。好，那如果用 GPT 的话，我会建议你用，就是如果用就是要去解 MSR，尤其是带图表的题目的话，建议你用的是付费订阅版，然后呢，建议你用的是这个 O4 Mini High 这个 Visual Reasoning，这才是重点，就是因为这个才会让整个 DI 被宣告全线破解，因为它开始正式的把图像整合进推理链里面。OK，这个功能其实很好玩哦，就是你知道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这种花式用法，其中的用法我有点吓到，就是大家可以试试看，把你相簿中任何一张照片，就是可能拍街景或什么任何一张照片，把它丢进这个 O4 Mini High 或者是 O3也可以哈，然后请他分析这个照片是位于哪里，在什么位置，它可以直接分析出来的精确的位置，等于说是抓奸神器，你知道吗？比如说拍一个路上的照片，它可以告诉你这叫做南京东路二段跟建国北路的交叉口，哇，它可以直接分析出来，就算你人类都不一定猜得出来，它可以用。你可以看到推理你就知道，它里面用了很多方法，就是什么放大啊、旋转啊、辨认啊、找资讯啊、找证据、文字证据、非文字证据，一直找，它很厉害。所以呢，如果今天你要用 GPT 的话，那我会建议你用 O4 Mini High 或者是用 O3。那这两个哪一个更优先呢？我会建议是做图像推理的话，这个 O4 Mini High 更优先。不只是因为它的视觉能力强，其实这也有视觉能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用付费版的话还是有限额啦，这个的限额是每周100折，这个的限额是每天100折。那当然每周100折这个就很容易用光嘛，那每天100折就比较好了嘛，所以就建议用这个。那如果是纯数学的题目或者是纯文字的题目，就是不牵涉图像，比如说有些 MSR 它全部都是文字，不牵涉图像，我会建议你用欧四 mini 就好。欧四 mini 就是一个加强的推理模型，它的数学能力很强，它的推理能力也很强。好，那用它就够，而且这个的一天我记得是200还是300折，应该是200折，我记得。OK，好，所以300折啦，我记得300折已经很够了。好，但是如果今天是跟图像推理相关的话，就用这个。这个的图像推理还是比 mini 更强。好，当然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把名字改的统一一点啦，因为我觉得每次看名字我都在想很久，说到底要用什么东西。那如果你用其他家 Gemini 或者是什么，比如说Cloud 的话，这样就是要记得把那个推理的功能开起来，好，然后用他们最先进的版本。比如说 Gemini 的话，我就会建议你用就是2.5 Pro 的版本去处理跟图像相关的题目。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要怎么去用。好，首先第一个，我会建议你，如果今天是表格的话。如果今天这个表格是你可以直接用文字复制下来的话，你可以直接复制文字，就复制文字，因为尽量不要再多隔一层，叫做什么图像转文字，多隔这一层，其实老实说会有一点风险，因为有些时候它会有幻觉嘛。所以如果今天不多隔这一层的话，那更好。所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如果我已经有文字的档案，我开一个那个就是真的有表格的题目出来，DI 里面的地方因为这个刚刚那个表格是用截图的嘛，然后如果我今天去 GT 这个地方，我应该可以去找到完整的表格像这种 table，我会建议你直接用贴的。你说 Dustin，可是你看这个表格歪掉了，这个表格就是我看的不是很，就是又歪歪的，不用担心的，电脑不会这样子，AI 它是可以去分辨的，AI 它可以自动去清洗资料格式，所以就是这只是因为我们人类看的时候视觉上可能会乱点，可是对 AI 来讲它是最清楚的，你知道吗？因为它中间都有隔开。它中间都有隔开空格，它可以自动去辨认文字的话就贴文字。那如果没有文字的话呢，就是贴图片没有关系。比如说像是这个地方，我就贴图片。那我我现在给你示范一下，我就是截图。你每个人的电脑上都有一个截图但不留档的指令，你就可以用那个指令，就是截图放在紧贴簿里面。然后呢，再来的话就是这个地方我就会建议啦，像这个我就建议不要截图，因为是纯文字就不用去截图这样子。纯文字给他看就少了一层被辨认的风险，我就会直接给纯文字，然后再来这个地方也是纯文字。那当然，如果你能够去加上
加上分页的标题会更好。但是我有点懒，我就不想加了。再来的话就是这个地方可能如果有文字，让它存文字；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放图片。接下来呢，我们要隔一个，最好隔开一下，让他知道前面是元数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放上。我会建议你，如果是为学习为目的的话，一次放上1道题目就好了。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好了，我这样讲就是说，以前的 AI 它的上下文不够长，所以你一次给它太多题目，它可能会漏洞漏西。上下文的意思就是它可以去应该说有两种 input 的长度，一种叫做单一 input 的上下文，比如说你一次放了3题，它可能就会只解第3题或者只解第1题，后2题都忘记了另外一种叫做整个对话的上下文，就是你后面对话越来越长，它就忘记前面的东西。虽然现在的 AI 都已经改善了这种高阶模型的上下文都很长很长，1道题绝对是绰绰有余。好，所以呢，但是我会建议就是如果你要以学习的目的，最好还是一次1道题目就好。为什么？因为搞不好你一次给他3道题，就到最后你可能第1道题有问题，对吧？然后你问完之后呢，你突然想到第2道题，他这时候回去找第2道题的资料，他不一定找得到。那我们不是只是放上去，我们要跟他讲说有什么指令呢？我这边就有放上指令的，来你看这是重点的指令是什么？这个叫做 basic explanation， 它是用什么？它是说用就是高中生能解答的方式高中生能听懂的方式来去解析这道题目，而且是 step by step。那我这边为了让大家方便去看，会加上一个东西 please response in traditional Chinese，为了方便大家看，所以我们就直接用就是繁体中文。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稍微打开一下它的推理链等一下，等它跑推理链出来之后，你可以稍微打开来看一下。你看，它这边就会去跟你讲说它的，这么快这么快，推理链还没看完嘞。那你看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解题的步骤嘛。那解题的步骤里面呢，它还会逐一的排除。好，当然它这个就是比如说像 AI 的解答。好，他只会跟你讲答案，但是他没有，其实就是没有像我们刚刚讲的那种考场上实战的技巧如果你想要实战的技巧的话，我会建议你多加一个资讯，多加这个资讯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地方的特色是这样子，就是说我要求的是一个 shortcut 的解法。有没有看到我特别强调是要人类去解题的？而且重点是这个人类去解题呢，它的解题过程，它的工具是有限，它不像 AI 可以去做快速的计算，它只有纸跟笔，还有只有眼睛这样子，只能目视。所以呢，我设定的条件是：第一个，计算量越少越好；第二个，数字越简单越好；第三个，越少公式越好。如果今天可以走一些快速的算法，比如说带数字，比如说去用眼睛去看的话，那你就用这个方法，就不要再去用什么，就不要再去用那种正规的那种就是建构式的解题方法。那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它就可以去生出一个考试中的速解法。所以我会建议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的问题是出在说这道题你真的不懂，你就用第一个 basic explanation。而如果你的问题不是出在不懂，你知道怎么算，你最后也算出来了，可是你的问题是真的太慢太慢，那就是2个方向。第一个用这个，第2个指令然后呢，就是它可以告诉我们在考场上人类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人类是单线思考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怎么去做快速的解答。然后再来，那如果你的问题是属于就是也不是说做的慢，也不是说是就是看不懂，而是说你的吸收资讯会遇到很大的障碍。你在看原资讯的时候花了太长的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这个指令，就是说我可以怎么样快速的去吸收这些资讯，在1.5到2.5分钟之内，因为这个是我们在考场中原资讯的吸收的建议时间。那这个时候呢，来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把它放进去，然后呢，它就会告诉我们这些分页要先读什么，再读什么。那再来第4个点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有去上课，不管你是上 Dustin 的课，或者是你是上别人的课，OK，你可能会上课的过程中，你会有就是一个明确的解题流程跟解题方法。那么使用这个工具使用这个工具，他说，如果今天我们的解题的顺序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的话，你可不可以帮我用这个方式去做出一个解题的路径的示范？然后呢，并且请使用人类专有的这种就是单线思考的模式。那它就可以去生出人类使用适合的单线思考模式。所以我来重整一下，在这一个就是 report 里面呢，如果今天你对于 MSR 题目你是真的不懂，那你就是用第一个。你不是不懂，但是你觉得
你的方法太慢了，你用第二个。你是对于原资讯的理解有很大的原资讯要如何快速的吸收有障碍的，请你用第三个。如果你今天已经有一套做题的方法论，那你想要知道怎么用这个方法论去解题，或者是去比对自己的方法跟上课讲的方法是不是有就是哪里有效率的差异的话，你用第四个。那这里面每一个文档我编辑的时候呢，我解释一下我文档里面的内容。好，第一个，你真的要把跟题目放进去的是前面这个地方的指令来。好，我写 note 的部分不用放进去，好，写这个就把这一行放进去就可以了。只要有写 note 就不用放进去。好，我只是去注明一下而已。那第二个就是功能的地方跟适合什么考生的地方，好，这边也要看为什么，因为有些地方我会跟你讲，它操作的过程中可能会有的问题，比如说有些时候，虽然现在这个问题很少出现了，就是有些时候它图像辨识可能会出错，好，逻辑没问题，只是它看图像的时候会眼残。那这种时候呢，你要重视的是什么？你要重视的是其实就是解题过程中的就是那个逻辑，而不是重视它最后的结果。因为为什么不要重视最后的结果？是因为你又没有让他上去考试，你要学习的是逻辑，甚至你可以跟他主动更正说你的答案是错，正确答案是什么，他就会重新去检查他的思路，然后呢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所以用的时候的特色是，你不要去在乎他最后是给你正确还是错误的答案，因为你没有要去让他代替你上考场，你要在乎的是中间的那个逻辑推理链是不是你要的，解题步骤是不是你要的。所以如果他不小心给你的错误答案，你可以跟他讲正确答案是什么，他会帮你重新修正那个逻辑。你要看的是那个逻辑，这样子。OK，好，那适合什么样的人？这个我刚刚都已经讲了，你可以不用看。我刚刚都有讲每个适合什么样的状况。好，然后呢，这个范例是你可以比较一下，看你所给进去的资料，你所给进去的是不是产出来的内容跟我是一样的？就是它的范例是在让你知道说 AI 要有怎么样的回应。我会建议是这样，第一个就是你不管用哪一家的 AI，你每一个对话框你完整的解完一道题目之后，就把它删掉、关掉、重开。因为我们刚刚讲的一个对话框里面会有上下文的长度限制，你用到后来它的那个处理会越来越慢，而且会漏洞漏隙，脑袋会开始混掉这样子，所以你每用完就会把它重开。然后呢，再来就是用什么样的题目来练习。好，那这边我就要回答刚刚同学的问题了。我会建议是这样子，第一个有你之前讲义的题目就写讲义的题目，讲义的题目写完之后，各位手上的那个 OG，如果你有自己买 OG 的话，或者是你有被提供 OG 的话，那么这个 OG 里面它有一个线上题库的那个就是存取的兑换码，你可以去用那个兑换码换取官方线上题库，先练这个。好，那如果这些题目你都练完的话，你可以来 Gmail Club 这个地方，进到这个论坛的 DI 专区。论坛 DI 专区里面呢，它这边就有各种子题型，比如说我要先 MSR，我就进来这个地方。那我们进来这个地方之后呢，这边就有一个 filter，你可以去自动去选你要什么样难度的题目。好，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选是数学还是非数学相关，当然每个种题型还有不同的分类啦。那 source 的地方呢，如果你要选官方，我会建议选官方优先。第一个我先讲，不是所有人的账号都有 source，有听说最近好像有一些新的账号已经把这个功能拿掉了，只是我的账号是老账号，所以还在。好，所以这个如果没有就算了，哦，没有的话我也没办法帮你，因为它这官方的设定，这是那个就是网站的设定，好，好像只有老账号有用，新账号没有这个功能。好，那如果你有这个功能的话呢，如果你想要优先练官方的题目，我会建议你练几个，第一个是 EA，EA 是官方出的一个就是专门为 EMBA 所设计的小 GMAT，那里面的题目跟 GMAT 都是一样的。好，然后再来的话，会建议你选这两个。好，那这个的话，我会建议这个不要选了，因为这个比较像，这个是 GMAT 新模考的题目。如果你做的话，你模考就都看过题目了。这个是老模考的题目，就是旧制模考。好，旧制模考你不会再碰到了嘛，但是里面的题目还是有用的，所以这个可以够。但这个新制模考就不要碰了，好，因为你碰了之后，你之后模考就做同样的题目就没办法，就是有实战感了。然后再来这个是 DI review，这个可以勾起来，这个是 OG，当然也可以勾起来。好，就是这几个，就这几个方向。那其他的非官方题目，如果你真的要练的话，我会建议就是 EGMAT 可以去练，然后还有 MGMAT 这两个可以练。啊，其他的话，我觉得建议摆在第三题，也就是之后再练。好，因为其他的题目我觉得品质不一定那么好。那总而言之，就是用 GMAT Club 再搭配我们刚刚的这些检讨指令，那其实就已经可以让这个论坛的可用性好很多。为什么？因为这个论坛老实说，它的优点就在于题目很多，而且还有明确的分类。当然，缺点也很明显，缺点就是你做完题目之后，你花时间看下面的详解，看下面别人的讨论。可是问题是，网友是东一句西一句，对吧？有一些人问 A 问题，有些人追加问 B 问题，有一些人回答问题，有些人又不认同解答，每个人解法都不一样。这个时间浪费这个时间干嘛？你还不如直接用我刚刚开发的工具来练习。
那我把我刚开发的这个就是工具的这个连接，我现在也顺便的把它上传到就是上传到今天的这个聊天框里面，各位可以直接把它打开来。那这个连接就是今天会议结束之后就不会再有了，所以各位最好赶快点下去。点下去之后呢，把它放到浏览器里面或者是存起来，好不好？那当然呢，各位如果就是有任何就是用完之后有任何有问题的地方，你可以随时回在这个 issue 里面。好，不是这边不是要让你问解题的问题哦，这边是要问技术问题的哦。比如说我希望能再进一步实现什么功能哦，或者是我觉得现有的功能可能回答它存在什么问题。好，那你可以放在这个 issue，但你不要把这边当成是一个解题，不要把这边当成是问到题目的平台，OK，我会吓死这样子，好不好？OK，这样的概念。